3个反击动作，中国对美出手，打出一套组合拳啊！这次呢，我们是优势占尽，霸权不死也得大餐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面对美国对华围堵越来越凶猛啊，我们应该如何反击？要回答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是十分复杂的，因为从总体实力上来说，中国同美国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。而美国频繁挑衅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打乱中国发展节奏，进而让中国呢，处于一个低水平的发展阶段。这个过程也向我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。如果我们持续斗争，那很有可能呢会无意识地陷入到了美国的陷阱当中。但如果选择无视不斗争，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去助长其霸权挑衅的嚣张气焰。而一旦美方认定了中方不会回击这一点呢，那我们将可能面临更大的麻烦。而在这两难抉择之下，最好的做法其实就是选准时机对美发出密集且致命的攻势。借助俄乌冲突1周年这个契机呢，中方对美做了3个重大的反击动作啊。其一就是在国际舆论的层面揭露了美国的3霸嘴脸。美媒报道指出呢，中国列出了对美国运用霸权力量不满的最新的问题清单，主要包括了5个层面，分别是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科技以及文化霸权。来说一个简单的例子，美国经济霸权当中的美元霸权，在国内通胀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之下，美联储呢通过不断的加息举动对外转嫁危机，而为此买单的却是一些新兴的国家经济体，而美国呢无端且激进的加息举动，让世界经济呢是处于波动崩溃的边缘。而其二，中方当着国际社会的面将霸权呢架在火上烤。在北溪管道爆炸案的持续发酵下，联合国安理会受理了俄罗斯的请求，并举行了一场公开会。在会上呢，中方义正言辞地表示，必须查明，不能让图谋不轨者为所欲为。尽管中方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是谁都知道啊这件事的真凶。过去呢一些国家是碍于霸权的淫威，不敢当众的指出美国的恶行，这也导致美国更加肆无忌惮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中国呢正在代表多数国家向美国施压，要求安理会彻查，给俄罗斯人民一个说法，给世界人民一个交代。而这次美国大概率是躲不过去的。如果说前2个动作对美国的威慑力还不够，那么中方出访欧洲，有意促成俄乌和谈，终止霸权引战阴谋一事威力绝对就不一般。对于中方提出的和平法案，那么乌克兰表现出了极大的期待，可见乌克兰打心底里还是愿意和谈的。而另一方面，俄罗斯愿意和谈的意愿自然不用说，战争拖得越久，俄罗斯呢就会被耗得越多。所以中方此时的出手时机选得也很合适。而如果此时中方的提案被采纳，那中国的国际威望呢也将得到大大的提升。反过来说，美国经此一乱之后，声望和国际信誉也将荡然无存。我们完全可以说呢，这次中方密集的回击对美打出了组合拳，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